解决了资料分散难以整合查看的问题，在主页就可以及时的追踪，两边都是会做到同步更新的。每月计划、周计划、日计划跟打卡追踪，大大的改善了我的情绪跟想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抬头看看。经过2年呢，我依然持续使用 Notion 来管理我的生活系统。随着 Notion 的更新和 AI 的串起，我逐步的优化出2026的 Notion 内容。那么我们话不多说，逐一的为大家介绍这份模板吧。首先，我们先从整体导览开始，这边是第一区块。因为整个架构比较丰富，所以在这里可以让你快速的新增和查找比较常使用的页面，加多余的步骤。那我们从左侧开始，上方是各种页面快速新增的按钮，下面则是月目标的追踪，它会以季为单位，随着时间自动变换，可以方便让你追踪当下。中间呢就是万用行事历。在这份 Notion 中，只有这一个日历总表。你在其他页面所看到的日历，通通都是抓取这个总表的资料。这是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做的一个优化，解决了资料分散难以整合查看的问题。这个日历总表只会记录标题跟时间，所有跟日期有相关的内容都能够轻松的分类进去。右边则是目标审视，这边我用了 Notion 的同步功能。在每个月的时候都会制定目标嘛，你直接复制过来，在主页就可以及时的追踪当月的目标和待办事项。往下滑就会看到第2区块，这边分成左右2栏，是整个系统的骨架。左上是大脑放置区，生活中不是常常会有灵光乍现或是想法突然冒出的时刻，主页直接安排这个区块，可以快速的把想法丢进去，不用让它占用你的脑容量，你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执行就好了。中间就是放 Notion 相关的待办事项，下方是收纳你以前使用的旧资料，右边呢就是放了系统的3大核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介绍每一个页面。那我们先从个人页面开始，首先是年度样貌，这个在上一次 Notion 分享的时候就存在的页面。今年我有特别优化里面的问题，以及结合了 AI 的提问，来帮助自己做深度的自我审视。那我每年年末的时候都会审视一次自己，并放上当年自己的照片，这样历年记录下来，真的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。这个页面填写的结果将会影响你新的1年目标设定的关键，所以我有另外录一支详细的影片讲解，大家可以去看这一部。接着我们就到2026的目标页面，在上一支影片也是有详细的说明，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导览一下就好。第1区块是目标发想，以及给今年自己的一封信。第2区块呢，左边是行事历，里面包含每月计划、周计划、日计划跟打卡追踪。那右边就是季度目标追踪的制定。我们直接进来这个月计划总表。2026年12个月份我都已经做好行事历了，并且有稍微配合台湾的节庆做标记。另外最下方你们可以点开看到有个新页面，这里有个 X 月，就是我做的范本，里面是没有填月历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自己调整的话，也可以直接进来拿1月来做范例讲解。打开页面之后就可以看到左右2栏，左边一开始先是目标的制定，最初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下你的目标。这边的分类我一样是按照整体的系统分成这5类，多加了一个其他。你可以把 Q1 季度的目标更详细的分录在每月当中。下方则是本月的待办事，例如电信合约到期啊，或是你要预约洗牙。然后在这边也可以注意到，这边我做一个同步功能的设定，每个月我都已经设定好了，所以你只要在这个月填写完之后，你直接这样复制到首页中做追踪。无论是你要在首页中直接更改月目标，或是到当月里面调整，两边都是会做到同步更新的。月末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回顾，这边有做一个表格，一样是这5类再多加一个其他，分成了具体的事件跟反思。那反思也可以是感受，像是我这周社交很多，见了很多朋友，那我的感觉是社交能量已经有点耗尽了，其实有点累。全部都填写完之后，你就可以为这个月定下一个关键字，或是一句话，或是心情都可以。月总结全部结束之后，你可以去反思这个月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，移到下个月的目标。那如果你整个填写完之后，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，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下个月变得更好，下面有放一个 AI 的提问法，你只要把这段话复制起来，然后并且贴上你的表格总结结果，去询问 AI
这样它就会给你该如何调整的建议。那这边总结讲完之后，我们回到右边周计划的部分。周计划打开，里面含了打卡追踪和每日计划。这一次我把打卡追踪放到了每周里面，并且是做表格，因为实际使用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打卡项目会追随你的主目标与生活有所改变，所以以周为追踪可以更有效的调整。例如说，我的目标是早上6点起床，第一周可以先是8点半，第二周变成8点，再变7点半，这样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追踪，可以更有效的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。这边我放了提示的文字。每周开始之前，你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这几个问题是我看了修修的这部影片，然后我去实践，并稍微微调一下做成的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它的完整讲解。接着就是每日的计划，国定假日的部分我都先使用黄色区分。如果你是排班或是自由工作的朋友，也可以自行去调整颜色。每天最重要的计划只安排1件，而这件事情是你需要花3个小时高度专注去完成的。其余的 to do list 你就可以按照这几个问题去写。这边列出要做的事情是让你知道你今天有余韵的时间还可以做什么，有效的运用时间，而不是让你制造压力的。那其实你一整天包含最重要的计划，你有打勾2件，就是一个很棒的一天了。每天结束之后，我就放了反思的地方，算是一个小日记处。这3个问题分别是感恩、和你深刻的事以及学习点。感恩不一定是要一个具体的对象，你可以是自己，或是天气，也能是一整个事件。写感恩日记还有一个优点，你可以增强每日对生活的感知，因为你会去观察今天有什么事情值得你感恩。再来就是 highlight 你今天非常印象深刻的事件。最后一个是学习点，在之前分享的模板中，这个栏位我是记录今天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我发现在电子记录上记录下不好的事情，并不会让我的感觉变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不好转化成一个学习点。我从这个不好上面学到了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提问大大的改善了我的情绪跟想法。那当然，你今天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，也可以不要写，或是写下一件你今天可能在看电影啊，或是看书中学习到的某一个关键点。1周结束之后，可以直接把这个页面拉到最下方行事历。那这个下方的行事历，你有看到有个箭头，也就是抓取主页的总表，让你可以在首页中直接同步做观察。那如果像我上一份分享的是习惯一个页面是1个周计划，你也可以直接把所有的收合丢进来日历里面，这样子1周就会是1个页面。每月我都是追寻这样的模板，只要记得在新月份的时候填写完当月目标，要把目标处复制到首页，这样你就可以追踪到最及时当下的目标是什么。也不用担心忘计划，因为每一个月份我都会写这是几月的目标，所以当你2月的时候看到这边怎么还是1月的，就过来做更新就可以了。接着就是自我照顾的页面，这个页面的出发点很简单，就是希望你可以觉察情绪并照顾自己的感受。那我们要如何使用它呢？你只要在感到需要时再填写就好了。然后如果你真的当下情绪非常的混乱，难以下笔，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模式填写，只需要写下情绪或者是1句话就可以了。这份表格要怎么填写呢？一个一个为大家说明。打开这个表格的时候，就会自动帮你新增一个填写的时间。标题的部分放一个客观的事件，这个就是只描述事实，不要带有任何主观的评论或是猜测。例如说，我今天因为被同事打断了发言，所以其实我很不开心。那这边就先写同事在会议上打断了我的发言，这样就好了。去描述这件事，不要带任何的主观或是评论。第二个就是情绪表格，如果你是第一次觉察情绪，可能不知道怎么帮你的情绪取名字，左边我放了一个内嵌的连结，这个是一位 IG 叫做点点心理学分享的内容，它是做一份情绪咨论，这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，很适合还不太清楚自己情绪的朋友们。下方这个是感受，包含身体的感受，像是胸闷、胃痛或是肩膀紧绷，也可以是你更详细的去说明这件事情的情绪。再来是海浪，就是抽离，这边的目的就是把你自己拉开这个事件和情绪本身，切换角度去想。你可以从这3个方向去思考。假设你是自己的长辈或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会怎么去告诉自己？
第二个方向就是核心的价值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你这么重要，造成了你这种感觉的波澜。第三个就是责任归属，你可以去思考，那哪些是我可以控制的，哪些是我没办法控制的。最后就是亮点，意思就是虽然我陷入在这个情绪中，但是我可以转化成什么样的想法。其中我就从3个方向去思考。第一个行动亮点，今天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，但是我做了哪些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。第二个成长的亮点，你在这件事情中你学到了什么？如同我日反思那边有讲到的，这件不好的事情可以转化成我学到了什么。最后一个就是系统的亮点，也就是建立习惯的重要性。例如说，我今天真的一整天都非常的糟糕，但是在一天结束后，我还是决定去运动一下。那这个运动在你生活中的习惯，就是稳定你的亮点。我们来到个人区块的最后一个页面，就是主要记录你临时想到的所有东西，把它分成左右两边。左边是购物清单表，右边是想做的事情。左侧购物清单呢，你可以打开看到，这边不只是记录商品名称，更算是一个理智购物的空间。通常你没有马上买，把它写到这里，一定有让你犹豫的点。珍贵比较昂贵的物品，我这边有设定一个购入门槛，作为达成目标之后可以给自己的奖励。右侧呢，这个表格我把它命名叫做 I want and I can， 就是我想做，而且我能做到。小至我明天想做一件事，大至我未来想在哪个方向生活，你都能够记录在这边。当你要做某件事情，计划需要超过1年时，我就会把它分类成愿景，也代表了你的长期计划。那当计划完成后，你可以让它保留在完成区。如果你里面有做一些详细的执行计划或是整理的清单，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页面，放到左边这个清单。那第一区块个人就讲完了，接下来进入第2核心区块是阅历。这个地方就是以我亲身完整体验的事情作为出发点，那里面就包含影视、书籍跟旅游。这3个主要设计的逻辑是相通的，只是配合不同的类别有一点细微的变动。首先是影视，一打开会分成左右两边。我们先讲右边的是主要的区块，整个页面分成了2种，左边是展示，快速的看一下你看过什么电影，那右边就是记录。这边我就做了一个基本的分类，里面有一个分类叫做待看清单。当你填写这个待看清单的时候，它就会在左边这一个栏位里面出现。然后可能有时候你看一部影集，你会看到小器具嘛，那我这边就放了一个器具，打勾它就会离开。然后下面我做一个范本，左边就是你先写的日期，然后和这部的关键内容，右边这个书签可以写下里面的摘句，冒号下面可以写下你的感受。下面演讲短片也是一样的概念，左边上面我就加了一个快速的按钮。然后再来是书籍，这边也是一样的概念，下面也是有做模板，那就不多做介绍了。接着是旅行跟体验，右边是旅行记录，左边这边就放了一个愿望清单。那我分了2个类别，一个是旅行，另外一个就是体验。你可以在这边新增像是跳伞啊、潜水这种。好，最后的第3个核心区块就是知识库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碎片化的知识嘛，可是当你想获取某个类别的资讯时，常常会东一个收藏，西一个分享。所以我设计了这一块，可以为你想吸收的内容打造一个专属的知识体系。这边我举一个例子是文字，像我很喜欢看别人的阅读笔记，去挖掘我想看的书，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摘句表来分类我的内容。然后理财知识打开，里面不是放理财知识，是我之前模板分享过的知识库表格，左边就是笔记，右边是资料，那下面就是放了你看到的相关文章的存取。这边的存取呢，我放了 Notion 的美化小插件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玩玩看。然后料理师傅这边我也是沿用了我之前分享的知识库页面。好，那这样整个2026的模板在这边就结束了。整个导览完之后，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巧思，因为我本身职业是网页设计师，所以在视觉排版上稍微有一点小研究。这个模板的配置呢，我有优化在手机上的使用体验。当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手机自由的去操作，也是会蛮方便的。最后这个模板的上面呢，我有放了一段《原子习惯》的作者 James 提出来的观点：新的目标并不会带来新的结果，新的生活方式才会开始。那就放在这边勉励自己，同时也鼓励大家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。
拜拜。